这是赵雷的第一张专辑《赵小雷》。专辑当年发布后销量惨淡，只卖出了2000张，并让他欠下了10几万元的债务。但如今回望，这张专辑里有多首打动人心的经典歌曲，其中的《南方姑娘》至今仍是传唱度极高的大众民谣。赵小雷是赵雷的小名，也是浓缩他成长的代名词。他是青春，是叛逆，也是他最率真的样子。如今的很多民谣歌曲总有着无病呻吟、娇柔造作的毛病，然而赵雷的珍贵之处就在于他的朴实无华，他愿意把最真诚的自己呈现给听众。却把人们堵在家中，用最真挚的情感讲述曾翻过的青山与踏过的风尘。翻过了青山，你说你看头顶斗笠的人们。他也擅长将个人经历酿造成所有歌迷都能共鸣的情感，就像你挽着我的衣袖，我把手揣进裤兜，唱的是成都街头的爱恋，但这份情感可以穿越时空的限制，在武汉、西安、杭州、上海各个城市的夜空染上思念的颜色，用简单的旋律和清淡的歌词让人们上瘾。这也许就是赵雷的魅力。而作为赵雷心血之作的首专利，又藏着什么样的故事？1986年，赵雷出生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小镇，父母经营着一家小卖部，家庭条件一般。赵雷的母亲叫敏子，小时候的赵雷觉得妈妈这个称呼还不够特殊，于是他便不叫妈妈，而是直接叫她敏字。父亲始终觉得这样没大没小，但敏子本人却不介意这样的叫法。敏子34岁才生下赵雷，在那个年代也算是高龄产妇，因此对赵小雷非常疼爱，但不容他骄纵，赏罚分明。童年的赵雷性格顽劣，爱调皮捣蛋，但母亲对他很少发火。唯有一次，他偷了小卖铺的一包口香糖，被母亲知道后一顿毒打。从此，赵雷再也没有偷过东西。周6岁时，敏子给赵雷听写单词的时候，书中掉出了避孕套。赵雷狡辩说这东西是吉祥物，班级里的男生都有。母亲不质疑他学坏，只是说他还没有到年纪，不能害人害己。青春期的躁动不只是性，还有理想的雏形。赵雷17岁时，本该是与同龄人一起奋战高考的年，但他却因为电影《美丽新世界》里伍佰自由吟唱的潇洒模样，开始选择穿梭在北京地下通道，做一个流浪歌手。赵小雷留有流气的模样闪亮登场，为了耍帅尽情歌唱，这种自由的感觉就像专辑同名曲里的欢快曲调，只是那首歌的歌词在用自嘲的方式追忆着10年前的音乐理想。那时的赵小雷，他是个什么东西？作为地下歌手的日子里，赵雷像所有追梦的年轻人一样，青春热血，朝气蓬勃，有着远大而固执的目标。不甘被地下通道禁锢灵魂的赵雷，在朋友的介绍下去了酒吧做驻唱。初入酒吧的赵小雷有一本厚厚的歌词本，有时候他要一口气唱40首歌，但他依旧能拿着80块钱的工资，快乐一个晚上。不在酒吧唱歌的时候，他就喜欢自己创作，写一些自己的歌。酒吧歌手可能比不上人家上台面的好工作，也没有人家稳定的收入，但赵雷享受着音乐，甘愿做那个爱唱歌的穷小子。赵雷逐渐厌倦了重复唱那些老歌，他尝试将自己的原创作品融入每晚演唱的歌曲中，但总是遭到无情的拒绝。老板说，你只要唱崔健或伍佰的歌曲就可以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赵小雷逐渐意识到，不论他唱谁的歌曲，听众的反应似乎并无二致。在一曲终了之际，他对着麦克风发泄，他们没有灵魂，他们不理解音乐。然而这句话并没有引起任何反响，周围的喧闹声继续蔓延，将他的声音完全淹没。如果把赵小雷心中的音乐理想比作朝思暮想的姑娘，他曾经愿意抛开一切为她执着，只是这份执念如今必须沉默，他必须在压抑的环境里遵守规则。看着那个姑娘遗憾地对他说再见了，赵雷知道那个酒吧不是自己的归宿，该离开了。那时的青藏铁路刚开通不久，赵雷坐上列车穿越高原，阳光透过车厢洒下一片明亮，车厢里回荡着韩红的天路，乘客们围绕着赵雷，而他脖子上挂着藏族孩子赠送的哈达，弹奏着吉他。2006年冬天，赵雷终于抵达拉萨，
说到拉萨的赵雷非常兴奋，朋友劝他小心高原反应，但赵小雷依旧疯着闹着，果然病得一塌糊涂。但在恢复之后，他又在大昭寺广场的温暖阳光下煲一壶甜茶，唱着自己想唱的歌。在那里，他度过了一段简单而充实的时光，许多好友的名字也被他唱进歌里。在一个小客栈里，赵雷遇见了一个叫妮可的姑娘。妮可早在2000年初就独自背起行囊踏上了前往西藏的征途。她与赵雷之间有着很多相似之处，他们都在孤独中寻找自我，都在理想的世界里遨游。赵雷被妮可的坚强和独立所打动，他对妮可说：“妮可姐，你太有力量了，你会发光，我就叫你阿刁吧。”后来，赵雷为妮可创作了一首歌曲，这首歌曲不仅讲述了妮可的坚韧不拔、与世无争的生活态度，映射了赵雷自己的迷茫和探索。他表达了一种即使在无人关注、孤独前行的道路上，也要勇往直前追逐梦想的决心。那首歌就是之后大火的《阿刁》。赵雷落脚的酒吧名叫浮游。那些日子里，赵雷沉浸在旅行停留的快活中，用纯粹的音乐寻找生活的真谛。之后，浮游酒吧被拆除，赵丽的生活再次回到了流浪。他的歌声在丽江的火塘边回荡，在成都的酒馆中飘扬，在西安地下通道借来的摊位上吟唱。他的声音在人潮中起伏，时而被淹没，时而清晰地传入过客的耳中。赵雷的音乐灵感也像他的流浪之旅一样，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诉说着喜怒哀乐。旅行不只有新鲜的景致，还有各种感悟，有欢喜的就有悲伤的。在丽江，赵雷曾经历了一场心碎的爱情，那段故事让他很难释怀。遇见了各式各样的人，经历了各种新奇难忘的故事，赵小雷依旧是那个抱着吉他唱歌的孩子。旅行到西安时，雷子的口袋里已经没有多少钱了，他感到疲惫了。他开始想家，想念北京，想念名字，而赵小雷也终于要回家了。回到了北京的赵雷，把一路上的所见所闻都写成了歌剧。2010年，赵雷参加了快乐男声的海选，登上舞台后，他撂下了一句话：有的人选择唱歌，有的人必须唱歌。我是赵雷，我要掀起中国原创音乐的新浪潮。之后，他便用一首自己的原创歌曲化，打动了所有评委和观众。这首歌里藏着赵小雷孤独的日子，也将他忧郁的想象力彻底移出。然而，赵雷还没有开心多久，就被节目组告知必须退赛，因为当时快男长沙赛区海选评委之一的乔小刀和赵雷是好朋友，出于比赛公平性的考虑，节目组就选择取消赵雷的参赛资格，并解除了乔小刀的评委职务。赵雷不想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离开，为了自证清白，他就跑去外省重新参加海选，于是再次过关斩将，赢得了人们的认可，但最终还是以2票之差止步于全国14强。比赛的遗憾并没有浇灭赵雷的雄心，他发誓要创作一张自己的专辑，让更多人知道中国可以有很好的原创音乐。之后，赵雷借来60万，开始了追求梦想冲刺。他在首张专辑里提到了自己的姐姐，那个姐姐是赵雷认的，不是亲人。她嫁到了多伦多，并且对赵雷很好，经常给予他帮助。因为赵雷比较念旧，在他最落魄、最穷困的时候，留在他生命里的人对他都很重要，所以他对于姐姐的感谢也放在了琴弦的最深处。而这首歌里埋藏的情感是平实且温暖的。赵雷拒绝了外界的商演，开始醉心于个人专辑的制作。但此时一个噩耗传来，赵雷的母亲敏子已经时日无多。2009年，赵雷的母亲就已经病重，在母亲的病榻旁，赵小雷尽力保持着微笑，但每当母亲的目光不在时，他的眼泪便会悄然滑落，湿了眼眶。面对母亲的疾病，他感到无能为力。对于可能失去至亲的恐惧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感，这些压力汇聚成了一股强烈的情感洪流，向他袭来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赵雷将自己的悲痛化作为歌词，创作了歌曲《妈妈》。这首歌赵雷在快男比赛中曾唱过，在歌里赵雷写下了21个妈妈，应用那句“妈妈带我走吧，我相信天上或地下有个永不分离的家”，唱的所有人在深夜里潸然泪下。于是病魔不解人间温情，
最终还是带走了赵雷的妈妈。明子在生前最喜欢赵雷的歌，她特别希望儿子可以出一张唱片给他听。尽管赵雷已经加快了制作进度，但最终还是没有赶上。往后赵雷每出一张新专辑，都会埋在母亲的墓地，让远在天国的母亲听听他的声音。失去了母亲后，赵雷又迎来了一个坏消息，自己付出心血制作的专辑赵小雷在发布后只卖出了2000张，事业受阻，至亲离世，加上做专辑欠下的债务，赵雷进入了人生最迷茫、最至暗的时刻。但是生活还是要继续，此刻他最需要的是用一场瓢泼的雨来冲洗这旧日的不幸。既然眼下的事物只能给我悲伤，不能给我答案，那我就去更多的地方寻找新的风景。赵雷再次开始了旅行，他和4个朋友一起骑着摩托车，开始了一场全国巡演。海风阳光，花香雨水抚慰了赵雷空虚的内心。5个男人骑着摩托车，背着乐器，在1个月的时间里，用10个轮子滚过了4500公里。他们骑过黑暗的隧道，走完苍老的石桥，歌声在武汉长江边响起，琴声在重庆山城里奏鸣。他们头顶着太阳，燃烧着青春的余热。昨日是庆幸者，为何今日要感伤？让烦恼都随雨流进下水道。如果我不能抑制自己的感伤，那就让我随波逐流去放荡。天空很远，夕阳很近，回忆很痛，但是路还很长。瓢泼的大雨过后，赵雷的天空出现了久违的彩虹。2013年的快乐男声参赛选手左立翻唱了一首赵雷的歌曲，这首歌的质朴与柔美打动了无数人。人们在感叹歌曲美妙的同时，也把聚光灯重新照回了原唱赵雷身上。命运的齿轮开始重新转动，曾经他用音乐去感染别人，治愈别人，这次他也终于被自己的音乐拯救。那依旧是一首赵雷曾在比赛里唱过的歌曲，叫做《南方姑娘》。《南方姑娘》是赵雷音乐生涯中的一首标志性歌曲。这首歌敏感轻盈直白，但是非常柔美。我在这首歌里感受到了一种小心翼翼的憧憬，似乎歌曲的吟唱者就是在用歌词的视角关注着南方姑娘，不愿破坏这融入北方景色的少女温柔。我们可能因为寂寞去寻找另一片寂寞，也可能因为诗情画意的理想去期待现实的邂逅。所以我们开始旅行，从懵懂到成长，从家乡的路上，从南方到北方，直到找到一个人，一件事，给予你人生新的方向。作为听众，我习惯于通过一个人的音乐去揣测歌手的心境。专辑中的歌曲灵感来源不一定与上述赵雷的经历完全对应，但是我依旧能从歌曲中感受到赵雷杂糅细腻的心声，不由得想到他那一段段故事。很多人问不完，金桥的曲是没有高超的意象，这样简单的旋律，清淡的歌词，为什么能够传唱至大街小巷？其实答案就在问题之中，正是因为简单真诚更容易传播，它可以精准嵌入你心中最敏感的部分。你们喜欢赵雷的什么歌呢？